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Horace。上一篇水冷显卡已经知道我把这个5700改成水冷了，那今天就来将之前的 P200A 组装成双水冷的 ITS 机壳配置，那来跟上一集的开放式机壳在一样的散热器下来做一个比对的性能。那这一次也把我家猫咪，不是我家猫扇们都请了出来。4颗 A12 充满信仰价值的大便颜色，看起来就是舒服。那前置的风扇有一些被挡住了，不过基本上问题不大。那接下来是我们的测试环节，那我用 Radiant Software 一样设定在500转，跟上一次一样。那如你所见60度上下而已，然后 TJ 大概是80度上下，基本上跟开放式机壳之前的配置差不多。那这张公版卡也没有任何电感咆哮的吱吱声响，那用起来相当的安静，你靠着听也很舒服。那如果萤幕只是 1080p 的话，其实我觉得这张卡还是可以用很久。那第二部分我就会把这个 A12 拉到最高转速2000转。那这个吹风机的模式下，实际上温度大概降了大概5到10度。但吹出来的风，我觉得只能说是温温的，甚至还可以说有点凉。这个热点温度跟实际上的温度就差了超过10度。原厂的鼓风扇的散热器，虽然它的两者温度都是9字头，很高，不过其实并没有差这么多。那我觉得这应该跟扣具压力有关，不过因为这个是裸晶片没有上盖，那我也不太敢去硬盯那个扭力。那既然都已经还蛮凉了，那就知足一点。以下我做一个表格让大家看一下这一次的测试跟裸机的差别。那我自己觉得这都是在误差范围内，然后我自己有再跑一次 Fuel Mark， 其实也是差不多。那这个 P200A 的散热测试供大家参考。那可能有人会想说，这么大的 ITS 机壳，它散热当然会好，不过其实也不要忘记了，这家公司曾经做过一个又大散热又不好的壳。那我这个之前也讲过了。那如果像这个 P200A 啊，你要组个 12900K 啊 3080 Ti 这种的高阶的配置，我想也是绝对没有问题的。那我也发现地平线5的效能测试模式，它的实际更新率跟实际游玩有些差别。那我拿了3080跟6900两张卡来做比较，在有些测试的时候3080基本上都赢过6900，但是我平常在玩的时候6900的帧数大概都是赢过3080，有些场景甚至超过快 20%。 那我后来研究一下，应该是有开了光线追踪的选项。你没听错，地平线5其实你用 A 卡还是可以开光追的。那但是在测试你们也知道 A 卡的光追其实并没有那么好，然后又有很多汽车的夜间反光。那白天实际上大部分都是在这种路数比较单调单一的场景，不会有光追这样子 A 卡这一代比较弱势的部分。那讲到了 AMD， 我还是要讲一下，现在12代已经上市了，其实 AMD 另外一方面 CPU 也比较好买了。我最近找到一张超级无敌便宜的 A520 ITS， 才1500而已，然后来找一个大概21000的 5950X， 来一个16核心装上1500块主机板的盖板极限挑战。那准备好了 2U 的侧吹散热器，确保这一个主机板有很好的 VRM 散热，因为侧吹这个风都吹到它那边嘛。那这样子的配置其实不到23000，那你想看隔壁棚的 Z690 跟 i5 加起来竟然差不多也是这个价格，更不用讲那个贵死人的 DDR5 了。那之后我也会把6900XT 这张显示卡来装上去，看我现在主力机平台的 10700K 在模拟飞行或是地平线5有什么样的差别。那以上是本周一些比较杂谈琐碎的一些分享，我们就下一次见咯，拜拜。